金价一夜跳涨100点。周五，黄金单日暴拉2.33%，收报4399.7，一步跨到4400门口。白银更猛，一天蹿升3.07%，点火的是一份冷得发抖的7月非农。这波暴涨到底是牛市重启的发令枪，还是数据行情的回光返照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点金日记，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。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，星期一，周末休市。我们先回顾上周五那根惊人的大阳线，再一起看看今天亚盘重新开盘之后，金价站没站稳4400这道关。老规矩，郑重提醒一句，我不是专业的投资顾问，节目里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和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、交易或理财建议。黄金、白银这类品种波动很大，大家务必结合自己的情况独立判断，仓位和风险自己把握。在深入之前，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。第一，周五黄金收在4399.7，单日大涨2.33%，白银收63.5，涨得更凶，一天冲了3.07%，两个都是红盘。第二，这波暴涨的唯一推手是一份远低于预期的7月非农就业数据，它把降息预期一下子点着了。第三，接下来最该盯的是这周三的美国 CPI 通胀数据，它才是决定这波能不能延续的真正裁判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。先说整体的味道。上周五这一天，贵金属市场几乎是被一份数据瞬间点燃的。早盘还平平淡淡，非农报告一出，金银像被踩了油门，直线上冲。黄金单日涨2.33%，白银涨3.07%，白银明显跑在了前面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，白银是黄金那个脾气更烈的表弟，涨起来更猛，跌起来也更狠。而且从资金的情绪上看，这一天的味道是那种压抑了许久之后突然找到宣泄口的畅快。之前金价在4300附近来回磨了好些天，多头憋得难受，非农一出，等于递上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做多理由，积累的买盘一下子集中释放，这才有了这根气势逼人的大阳线。这里我得诚实的跟大家做个回顾，上周日的节目里，我提醒过一句，别急着追高，这周三的 CPI 才是真正的裁判。同时我也标出了4400这道新的心理关口，说它是多头下一个必须拿下的胜负手。那么今天亚盘重新开盘，金价现报大约4401，白银大约63.8，周末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跳空缺口，价格稳稳地贴在4400上方。也就是说，上周五那根大阳线的战果暂时守住了4400这道关。第一回合多头站住了脚，但守住不等于万事大吉。整期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回答的就是开头那个问题，这波由非农点燃的暴涨到底是趋势真正反转，牛市重启，还是只是一轮情绪行情，冲一冲就回落？我们一层一层往下拆。先把黄金这根大阳线拆开看，周五之前金价其实还在4300上下震荡，周四收在4299.6，结果周五非农一出，多头直接发力，最高摸到接近4410的位置，收盘定格在4399.7，全天涨了整整100点。从盘面上看，这是一根几乎没有上影线的强势阳线，说明买盘从头强到尾，空头几乎没什么像样的反击。放到更大的图上，这根阳线的意义就更清楚了。金价现在稳稳站在50日均线4146的上方，这条线通常被看作中短期多头的生命线，站在上面，短期趋势就偏多。而且它还一举收复了6月的高点4385，这个位置以前是压力，现在反过来成了脚下的第一道支撑。这种压力变支撑的转换，是多头掌握主动权的一个典型信号。不过，先别急着喊牛市回来了，往上看，
还有一条更关键的大线，200日均线，在4587。这条线是区分中长期牛熊的总分水岭，只要金价还在它下方，眼下这波再猛，性质上也还是一次强力的修复反弹，而不是牛市主升浪的确认。所以现在的黄金是脚下有支撑，头顶有天花板，站在一个多空都要屏息的关键位置。那我们干脆把这根阳线的多空两种读法都摆到桌面上。看多的人会说，放量突破6月高点，又稳稳站上50日均线，这是典型的趋势转强。只要不快速跌回4385下方，每一次回踩都是上车的机会。看空的人则会反驳，这根阳线是单一数据一次性催出来的，属于消息面的脉冲，量能不能持续还两说。而且头顶就死死压着200日均线，涨到半路很容易遇阻回落。这两种声音，短期内谁也说服不了谁。而真正能一锤定音的，恰恰是我们反复提到的那份周三数据。白银这边值得单独多说两句，因为它周五跑得比黄金更快，白银单日涨 3.07%， 收在 63.5， 涨幅比黄金多出大半个百分点。为什么？因为白银盘子小，金融属性和工业属性双重叠加，情绪一来，弹性天然就比黄金大，所以每次这种数据驱动的急涨，白银往往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一个。我们看金银比价，也就是1盎司黄金能换多少盎司白银，现在大约是 69.29， 从前阵子的71附近继续压缩了一点，比价往下走，说明白银阶段性比黄金强。但要提醒一句，白银现在更多还是被动跟涨，是被降息预期这股风一起吹起来的，还谈不上工业需求主动发力的那种独立主升。这个区别后面我们会再回来说。那么到底是什么点着了这把火？答案非常集中，就是上周五出炉的那份7月非农就业报告，冷得超出所有人预期。数据显示，7月美国非农新增就业不仅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8万，甚至转为净减少约23000人，而6月的数字也被大幅下修到只有2万左右。这是一份实打实的爆冷。我们把这个传导链条一步一步捋清楚。就业数据是美联储判断经济冷热，决定要不要降息的核心依据。就业突然转冷，市场立刻会想，经济在降温，美联储没理由再把利率摁在这么高的位置了，于是降息的预期一下子升温。降息预期一起来，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往下走。我们看到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周五就从前一天的 4.69% 回落到 4.65%， 这里打个比方你就懂了。你可以把黄金想象成一套不收租金的房子，把美债想象成一套每个月都能收租的房子。当租金，也就是收益率很高时，大家自然更愿意买能收租的那套，不收租的房子就没人问津。可当租金一路往下掉，两套房子的差距缩小，那套虽然不收租，却更抗跌、更保值的房子，反而重新变得抢手。黄金就是那套不收租，但能在货币贬值时替你守住购买力的房子。收益率一降，就轮到黄金笑了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很简单，黄金本身不生息，拿着它没有利息可拿。当美债这种无风险资产收益率高起时，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高，资金不爱它。可一旦收益率回落，这个机会成本变小，黄金相对就香了。再加上降息预期打压美元，美元走软，而黄金是用美元计价的，美元一弱，金价自然水涨船高。就业转冷，收益率下行，美元走软，这三股力量在周五拧成一股绳，一起把金银推了上去。再看看避险这条线，有意思的是，周五这波上涨几乎没有地缘政治或者突发避险事件的影子，市场没有战争，没有黑天鹅，纯粹是被一份经济数据推着走的。这一点其实很关键，
它意味着这波涨势的根基是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重新定价，而不是恐慌性的避险买盘。这是一把双刃剑。好的一面是数据驱动的上涨逻辑清晰，有迹可循；不太妙的一面是成也数据，败也数据。既然这波是靠降息预期撑起来的，那接下来只要有一个数据反过来打脸，比如通胀意外走高，这些买盘也可能撤得同样快。所以这波行情本质上高度依赖数据，脚下并没有避险情绪那层厚厚的安全垫。说回这轮行情真正的定盘星，美联储。现在整个市场的核心争论只有一个：非农这么冷，美联储又会在什么时候动手降息？一旦降息落地，对黄金几乎是全方位的利好。道理还是绕回实际利率这4个字。所谓实际利率，简单说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。黄金不升息，它最怕的就是又高又实的真实利率。那种情况下，钱放银行、买国债都能拿到不错的真金白银回报，谁还愿意抱着不升息的黄金？可现在剧本正在往反方向翻，就业转冷，降息预期升温，实际利率的想象空间是往下走的。真实回报一旦下行，黄金这种不升息资产的吸引力就会明显回升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份就业数据能让金价一天跳涨100点，市场买的不是这一个数字，而是它背后那条正在松动的利率路径。而且你要知道，美联储自己一直在强调数据依赖，不会因为单独1个月的就业数字就仓促转向。这就带来一个风险，市场很容易把降息的时点和幅度想得过于乐观，过于提前。历史上这种抢跑并不少见，预期一旦打得太满，后续数据只要稍微不配合，价格就会先经历一轮预期回吐式的回调。所以对这波涨势，我们既要看到方向的转变，也要留一分对节奏的清醒。但这里还有个巨大的变数，市场现在是抢跑在降息预期上的，而这份预期还没有真正被盖章。谁来盖章？就是这周3的通胀数据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眼下金价的命一半攥在美联储手里，另一半攥在周3那份 CPI 手里。从技术面来看，我们把黄金眼下的几道关口理一理。先说下方支撑，最近最要紧的一道是刚刚由压力翻成支撑的6月高点4385，只要回踩不破它，这波突破就依然有效。再往下是4300的整数关，然后才是多头的生命线，50日均线4146。上方压力这边，最先要面对的是4400这道心理大关和紧接着的4432，站稳了才有机会去挑战4500。而真正的大魔王是那条200日均线4587。一句话，拿不下4587，牛市重启就只是个说法。再看动能指标 RSI， 黄金目前的14日 RSI 大约在 67.4。 这里给新朋友解释一句， RSI 是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指标，通常70以上算超买，30以下算超卖，中间是中性区。67.4 是中性偏多，并且已经很接近超买的门槛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短线的上涨动能还在，但空间正在收窄，它离过热只有1步之遥。这恰恰对应了开头那个反转还是回光返照的悬念。RSI 还没冲进超买，说明多头还有力气，但已经这么高，也提醒我们，一旦周3数据不配合，随时可能引发一次获利了结式的回调洗盘。白银的技术面逻辑和黄金类似，但更要小心它的高波动。白银周5收在 63.5， 重新站上了50日均线 62.52， 短线算是回到多头一边。下方支撑先看 61.6， 再看60的整数关，上方则要挑战 65.5 到66这一带的压力。白银的14日 RSI 大约在 59.9， 还处在不温不火的中性区，明显低于黄金。这也再次印证，白银这波是跟着涨，而不是自己领着涨。
对白银，我的态度是涨可以跟，但因为它弹性太大，追高的风险也成倍放大，务必比黄金更谨慎。讲到这儿，我必须踩一脚刹车，认真说说风险。这波行情最大的软肋，就是它把宝几乎全压在了一份还没出炉的数据上。周三的 CPI 就是那颗随时会引爆的雷。数据日的行情尤其刁钻，消息公布的那一瞬间，价格常常先猛地冲一个方向，把追单的人套进去，再反手打回来。白银这种高贝塔品种更是重灾区，所以越是这种时候，越要保持冷静，不要被一根大阳线冲昏了头脑。仓位一定要留有余地，止损该设就设，切忌满仓追高，赌单一数据。行情永远都在，本金没了才是真的出局。谨慎二字，请务必刻在心里。好，落到最实在的部分，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。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层来讲，因为这两个时间维度，眼下给出的答案并不完全一样。先说短线怎么看，这一周的日程表密度很高，真正的重头戏是这周三的美国7月 CPI 通胀数据，上个月读数是 3.9%， 它将直接决定这波降息预期能不能延续下去。紧接着周四是 PPI 生产者物价，算是 CPI 的先行印证，两者同向，行情的确定性就更高。周四到周五还有零售销售和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，帮我们量一量消费和通胀预期的温度。关键位置上向上，多头要先稳稳站住4400，再连续拿下4432和4500，才谈得上向200日均线4587发起冲击。这是上行剧本。向下，一旦周三数据不及预期，金价快速跌回4385下方，那就要小心回踩4300，甚至去考验50日均线4146，这是下行剧本。再说长线怎么看，把镜头拉远，支撑金价的那几根大梁其实一直都在，全球央行还在持续购金，去美元化的大趋势，居高不下的美国债务，以及中长期实际利率下行的方向。这些结构性力量决定了黄金的长期重心大概率还是向上的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组合。短线上我偏谨慎，因为价格贴着整数关，又高度依赖一份还没出的数据，但长线上我依然偏多，大方向没有变，短空长多本来就可以同时成立。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这波非农引爆的暴涨到底是牛市重启，还是数据行情的回光返照？我的判断是，趋势确实由弱转强了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要真正喊出牛市重启，必须满足两个硬条件：一是站稳4400，守住4385这个突破；二是最终带量拿下200日均线4587。在这两件事发生之前，我更愿意把它定义为一次强力的修复反弹，而不是反转的终局。而这道题的裁判就是周三那份 CPI 数据配合，它就是盖章，数据打脸，这波就可能是回光返照。一句话送给你，也是我今天的核心判断：涨在非农，成败看周三 CPI。最后留个问题，我特别想听听你的看法。你觉得这周三 CPI 出炉之后，金价会站稳4400，继续向上，还是会跌回4300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。最后，还是要再次郑重提醒大家，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研究和看法，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。市场瞬息万变，任何操作都请你自己独立决策，盈亏自负，请一定保持谨慎，管好自己的仓位和风险。好了，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，再点亮那个小铃铛，这样每天清晨的第一手贵金属解读你都不会错过。我是小金，我们明天继续点金，明天见。